习近平在北戴河又被传政变了，你信吗？现在的中办主任蔡奇还有资格调动中央警卫局吗？如果真搞政变啊，有一个神秘的岗位，他的机会最大，他是谁呢？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9号，最近啊，人们都在说这个元老又开始在北戴河搞政变了。我听着不下都10回了，怎么现在还没搞成呢？为什么呢？是因为历史上的所有政变，包括中共建政以后，你手里必须得有枪有武器，不然的话你光靠嘴炮那是干不成的。今天呢，根据我在北方工业那位老朋友的建议啊，让我聊聊真正的搞政变怎么着才可能有机会，以及现在老习为了防止政变都做了哪些登峰造极的手段。其中有一招啊，那还是和毛太祖学的呢。首先我们必须说一下有些人讲元老只要掌握了这些军权，手里有武器就一定能搞成什么胡春华、温家宝啊。那问题是这些人啊，从来都没有碰过军权，军中一个支持者都没有啊。那我主要给你数一下啊，咱们用排除法。如果说这些人搞定了，愿意跟着他们干，那谁有机会？用排除法呢，我们先把这刀把子排除。你不要以为公安部有个警卫局，然后呢，国家安全部有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咱们先从装备上就能把它排除了。无论是快速反应部队还是这个警方的特勤，他们的装甲车、防弹衣，他们那些所谓的这个快速反应的装备在军方的硬实力面前，那都不够一个直升机中队扫射的。你公安部和国家安部怎么样？来一个直升机中队那火箭一发射就是一片废墟火海了。所以咱先把这两个平时负责监控与对付老百姓的警方排除。接下来那就看一个部队了。以前呢，人们讲过说周永康可能用自己的这个部队公安部对抗。假设这公安部真反了，咱就给他借个胆子，国安部跟他一起反，你也不够这个武警部队一勺会的。因为武警部队的装甲车和连发武器包括机关枪就已经足够碾压这个警方了，根本都用不着正规军出马。那你说武警部队司令政委要不要跟他一起干呢？也难。因为你武警那些装备你干不过卫戍区的正规军。也有人讲了，这个卫戍区不就是所谓的九门提督吗？如果把它拿下来，是不是把握更大的呢？也不行。在这儿我必须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卫戍区虽然手里有部队，但是它上面还有人，而且它被谁包围着呢？是中部战区。而且中部战区只管的就是卫戍区。那有人讲了，这个中部战区司令韩胜言，你要是也拿下的话，能不能政变成功呢？也没戏。你听我给你讲现在老习军改以后，他把原来的3总部指挥打成了15个平行的部门，而且这部门呢是互不隶属，同时向中央军委汇报。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中部战区的司令，下边的这个军长都是你的人，你提拔的。你有枪也有人，但是你有枪无弹。现在的后勤系统它有一个联勤保障部队，它是干什么呢？你坦克的加油，你坦克平时是不允许填装炮弹的，你的直升机也不可以挂载导弹的，那些火箭和导弹都是在联勤部队管着呢，而且一直是什么叫做双岗双钥匙，而且这些重要武器的密码而且不在这些人手里，是在中央军委那个手里。如果中央军委一道密令锁死，你就是联勤部队的司令下命令，你也打不开。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全军200多万军队，
每一枚导弹、每一枚炮弹和重要的枪支的那个门锁是密码的，这个密码在中央军委主席手里，他要是不开啊，你其他人就是空手部队。这招你说全世界老习是不是做到登峰造极？好，你就假设啊，你把这密码你也破译了，你也拿到这个枪弹了，但是你马上就会面临什么呢？两个眼线，其中一个呢叫做这个政治保卫，因为平级的政治保卫啊，它是归上面的中央经委的政治保卫来管理的，这些人专门盯着司令员政委没有在军委主席密令的情况下私自调兵，私自打开了武器库，你破译了那个密码啊也没用，马上你就会通风报信啊，那中央军委主席就会调你旁边的部队来围剿你，你中部战区怎么样？你能抱成团吗？不能吧。沈阳可以进关呢，山西的部队也可以过来呢，所以说中部战区司令想反实际上也不行。那有人较真了，那就没办法了吗？还不是，有个办法，那就是中央领导人呢，他也有自己的软肋，那就是你平时总不能带枪吧，给那个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似的，那不至于。而负责你周围身家性命的是中央警卫局。在以前的时候，包括这个令计划时期啊，中办主任是有一定的权利调中央警卫局的兵的。但是啊，令计划那件事儿以后，这个老习就改了规矩，现在的中办主任只能配合而不能调动一兵一卒，也就是说警卫的任务在中办的指示下完成，但真正的指挥权你中办主任没有资格下命令，没有资格签字，你签字我也不认。而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老习身边的警卫副官，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或者是分管安保的副主任。只有穿军装的才有资格调动现在的中央警卫局。这个蔡奇啊，他在党内确实权力很大，是事实上的副总书记二把手，但也仅仅在党务，也就是在政务。但是军权啊，他是一丁点儿没有，他跟令计划时期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说一下，老习继承了毛时期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我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你能找到蛛丝马迹，就是他身边的警卫部队啊，不一定是自己老乡的人，没有什么亲属，叫做烈士遗孤。这个时候啊，毛在延安的时候挑选警卫的时候，就不在老百姓家挑孩子，通常呢，至少说贴身的骨干们啊，都是无父无母，你父母双亡，要么是车祸，要么是那个烈士。你这些孩子从小到大就是在中南海长大的，就是在这个83四幺部队训练中心长大的，满脑子只有忠诚，没有什么世界观，平时也不让你上网，你就是负责一个肉身打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些人都是机器人，心里边只有领袖，没有任何的外来信息，也不可能会被渗透，因为他无父无母，没有女朋友。那你说这些人老了怎么办？一般到了要退役的年龄啊，这些人会外放的一个中高级的职位啊，到一个部队里边当个连长啊，当个副营长，稳定的收入啊 OK 了。所以说啊，年轻力壮的时候，这些人是几乎100%忠诚的卫士，岁数大了以后啊，出去放个官，这辈子就算过去了。所以你看，老习啊，还用了一个办法，也是给老毛学的，就是你警卫局的家性命都住在中南海里边，这样呢，如果说别人来攻打中南海，你跟我是在一条船上，大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比如说当年的汪东兴，他自己在中南海，他的老婆呢是担任中共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值班室主任，他叫姚湘娥。他儿子呢叫这个汪振凯，也是在警卫部队。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肉票。你既然作为
中办的负责人和警卫局的负责人，你和领袖的身家性命是绑在一起的。你看现在啊，要想说搞这个政变，那个人你只能是习办的人，就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负责警卫的那个人，他要是想反，才会有机会，才能真正调得动中央警卫局。但这个人目前看啊，应该是姓习了。你说至于是彭将军呢，还是哪个人呢？这个咱不清楚。那种人呢，也不会允许在外界打交道的。现在的事实就是，中共他的党魁实际上是身兼多职，党政军一体。你在这种规则下要想政变是极其困难的，你除非能够做了那几个人的工作。按照刚才咱们讲的，公安部长、国安部长、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中部战区司令、卫戍区司令，这些人要想政变门都没有。唯一有机会的那只有中央警卫局，而他们手里的有枪，领袖手里没枪，你看这个强弱就互换了。但是你要撬动这个，你只能是习自己内部人的矛盾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才值得让他这样干。在这一天会到来吗？也许会，咱们都希望中国能够实现这个民主转型，但是呀，也不能听那些迷魂汤了。好，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也不一定对。如果您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欢迎关注大卫观点和大卫看世界两个频道，咱们经常都有更新。明天再会。